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深入聊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是关于一份材料，它正好说到了很多人学中文、用中文的时候都可能碰到的一个坎儿，就是那个一开口说中文，心里就有点发怵，那种紧张感。你是不是也有个这种感觉？比如说吧，跟中国人聊天，心里头明明知道该说啥，可话到嘴边就有点不利索，或者就特别怕说错，就看犯了错误会特别尴尬，是不是？这份材料里就提到，不少人都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就是因为说错了话，感觉特别不好意思，那种尴尬。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份材料呢，其实是一本书的节选。这本书就是教大家怎么克服这种说中文的恐惧感的。核心目标就是帮咱们弄明白这种紧张到底打哪儿来，再从里头呢挖点实用的建议，让你能更有勇气、更自信的去开口说话。没错，这种紧张或者说怕犯错误，其实是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材料里也点出了几个关键词，你看，紧张、错误、尴尬，这几个词儿可以说把这种体验的核心给抓住了。但它不光是说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也指出来了，要想克服这些，你需要什么呢？就是勇气和自信。所以咱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一块儿来拆解这些感觉，看看这份材料到底给了我们哪些方法，能帮着克服紧张，少点尴尬，最后能真正享受交流。特别是怎么去看待那些我们都可能遇到过的，因为语言错误带来的尴尬瞬间，然后把它们变成进步的动力。好，那咱们就先从这个紧张和尴尬说起。材料里说，很多人都分享过跟中国人交流时犯错误的经历，比如用错词儿了，调发错了，甚至没听明白对方说啥，这就挺容易尴尬的。我感觉很多时候我们怕的可能不光是说错这事儿本身，更是怕后面跟着那种感觉，就好像聚光灯打你身上了，特别不自在，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这种对尴尬的预期是不是一个挺大的障碍？对，你这个点抓得特别准。这种强烈的尴尬感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一种心理学上说的表现焦虑。就是说，我们太在意自己在别人眼里什么样了，过度追求说的完美，担心这个发音标不标准词儿用的地不地道语法对不对老是想着自己达到没达到某个标准，可能是自己心里的，也可能是猜的别人的期望。这份材料其实就在暗示，这种对完美的执念，它本身可能就是最大的一个坎儿。哦，我明白了，就好像把每次说话都当成考试了，总想着得高分，生怕哪儿说错了被扣分似的。对，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很自然的互动，就是为了传个信息或者聊聊天，见识点联系啥的。完全是这样。这种心态下，那肯定会紧张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往往越是紧张，好像反而越容易出错儿。是，有这种感觉。比如平时挺熟的一个词儿，突然就想不起来了，或者舌头打结，说出点自己都觉得奇怪的低级错误，然后呢，一犯错就更紧张、更尴尬，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让人挺灰心的。确实是这样，特别打击人。那这个循环怎么破呢？这份材料有没有给点线索？就是怎么能跳出这个怕犯错、怕尴尬的怪圈，找回那种比较轻松交流的感觉？有的，这也就是这份材料的价值了。它不光分析问题，还给了一些挺具体、能上手操作的建议。比如说他鼓励我们多试试跟老师以外的人去交流。这个建议你怎么看？第一感觉是不是有点奇怪？按理说老师指导最规范是有点儿。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跟老师练不是效率更高吗？还能马上给纠正错误，怎么反而建议找非教师呢？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道理吗？
这是个好问题，它确实触及到了学习心理上一个比较微妙的地方。跟老师交流，当然了，在知识技巧上肯定能得到专业指导，但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考试感，老师这个角色呀，他天然就带点评价、纠错的意味在里面。就算老师人再好，我们潜意识里可能还是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会不自觉地去想，我这样说合格吗？这种心态反而会放大对错误的敏感，还有那个紧张感。对，但是你想想，你要是跟普通朋友、同事，甚至是路上碰到的陌生人，比如问个路、买个东西啥的，这个时候被评价的压力就小多了，对吧？好像是。沟通的目的也变得更纯粹了，就是要解决个具体事儿，或者就是闲聊、社交一下。在这种相对轻松的真实生活场景里头，你的注意力就比较容易从“我可千万别出错”转到“我怎么让对方明白我意思”，或者“我怎么听懂对方”。当然了，主动去找这种机会跟老师以外的人说话，这本身就得跨出那个舒适区，需要一点勇气。我明白了，所以关键是换个场子，换个心态，从那种学习被评价的模式换到生活纯沟通的模式，这样心理负担能小点儿，这个说得通。那材料里还有个建议呢，每天录下自己的声音。这个说实话，听起来挑战不小啊。很多人可能听自己录音都觉得有点尴尬，更别说天天坚持了。这个方法它的核心价值在哪儿呢？这个建议啊，确实是需要点勇气去面对，一开始可能会不太舒服，但它的价值非常大，主要在2个方面。第一呢，它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自我监测的途径。我们对自己口语啥水平，感觉往往是主观的，而且还经常有点负面，觉得哎呀，我说的太差了。但录音能让你实实在在的听到自己的发音、语调、流利度，甚至是用词习惯啥的。你听了以后可能会惊讶的发现，有些地方比我想象的好吗？当然也可能发现另一些地方确实得改改。这种基于事实的反馈，比光凭感觉可有效多了。有道理，客观的看自己。对，然后第2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你坚持录音再回头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进步轨迹。哪怕今天就是比昨天多用了一个新学的词儿，或者哪个音发得清楚了一点点，这种耳朵听得见的进步证据，是建立自信最强的燃料。它能特别有效地抵抗那种我努力半天好像也没啥长进的挫败感，让你看到我的付出是有结果的。这种持续的正面反馈对保持学习劲儿头、培养自信那是相当重要的。耳朵听得见的进步证据，这个说法挺形象的。看得见、听得见的进步，确实最能鼓励人了。这就自然带到材料的下一个点了，要为自己每一个小进步喝彩。这一点我感觉尤其关键，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怎么持续的培养咱们前面老说的那个勇气和自信，这样才能抵抗紧张，还有对尴尬的害怕。绝对是核心要素。你想想，学语言就像跑马拉松，积极的自我强化就好比是路上的补给站。学中文，特别是对那些母语跟中文差别比较大的学习者来说，过程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会遇到平台期，会反复犯同样的错误，会经历沟通不顺畅带来的挫败感、尴尬时刻，这都太正常了。是的。那如果我们老是盯着那些错误、那些不完美的地方，就特别容易怀疑自己，没劲儿了，甚至不想往前走了。但要是我们能有意识地换个角度呢？学会去发现、去庆祝每一个哪怕特别小的成功。比如说，今天你鼓起勇气用中文问个路，可能说的磕磕巴巴的，但对方听懂了，帮你指路了。这就是成功。对，或者你在录音里发现，这个声调我终于发对了，
或者你成功用中文买到了想买的东西。每一次这种小胜利，都是在给你的视力账户存入积极的情感体验。这些积极体验攒多了，就能慢慢建立起一种我能行的感觉。这就是咱们说的自信。有了自信，你自然就有更多的勇气去尝试了。这么说来，我捋一捋啊，这份材料想告诉我们的核心信息，好像就是，第一，坦然接受，开口说中文会紧张，怕犯错误，担心尴尬，这都正常，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几乎人人都会这样，你不是一个人。对。第二，别把错误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它是学习必须经历的，甚至能告诉你哪儿需要改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别光焦虑，要行动起来。比如，多跟老师以外的人去聊聊，有意识的录音看看自己进步没，还有给自己点赞，庆祝小成功。通过这些具体的做法，一步步的去积累勇气和自信。你总结得非常好，核心就是2个：心态转变加上行动落实。材料给的这些方法，其实都是为了打破那个焦虑、逃避更焦虑的死循环。现在啊，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些建议里头，哪个让你觉得，这个我好像可以试试？是不是可以主动找个语伴，哪怕1个礼拜就聊个10分钟？或者就从今天开始，每天录一小段自己说的话，不用追求多完美，就为了记录一下。对，找个突破口。对，关键是找到那个对你来说阻力最小的起点。也许不用一上来就挑战特难的对话，就像材料里暗示的，从小事儿做起。比如下次你去中餐馆吃饭，就鼓起勇气用完整的中文句子点你想吃的菜。可能说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紧张，发音也可能不完美，但只要服务员听懂了你的意思，这就是一次成功的沟通，对不对？对，那时候就在心里给自己鼓个掌，嘿，我做到了。这就是一次勇气的实践，也是一次小小的但很真实的自信的积累。没错没错，积少成多嘛。每一次小成功都是在为以后能自如交流打基础。好了，那关于怎么克服说中文时的紧张感，咱们今天参考这份材料聊的也差不多了。核心要点咱们再顺一下啊。首先要正视并且接纳紧张、错误和尴尬，把它们看成常态。然后呢，通过拓展交流圈，特别是多跟老师以外的人聊，利用自我录音做客观反馈，还有意识地庆祝每一个小进步。用这些方法系统地培养开口的勇气和长期的自信。说得很好。而且这份材料最后，他留下了一句特别精辟的话，我觉得非常值得你反复去想一想。他说，语言不是考试，是交流。语言不是考试，是交流。这句话我觉得就像个指路灯，它提醒我们，学语言最终的目标，不是为了每次说话都语法零错误，发音跟播音员似的，好像在答卷子。不是的，语言的本质是为了连接你和别人，连接你的想法和这个世界。它是用来分享观点、表达感情、解决问题的，是为了进行那种活生生的、真实的互动。当你真的能把注意力从担心表现好不好、害怕犯错误，转到交流本身的内容和乐趣上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那些以前让你特别难受的紧张感和尴尬感，好像不知不觉就淡了，甚至没了。希望咱们今天的探讨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吧。更重要的是能变成你下一次开口说中文时，哪怕多出来的那一点点勇气。当你再感到紧张、有点犹豫的时候，不妨想想我们今天聊的这些，特别是那句核心提醒：语言是用来交流的，不是用来考试的。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